遭受欺辱时只会跪地喊疼的懦弱少年，却在出拳的3秒内精准击中敌人要害，并同时摆脱他的控制，这可把在场众人全都吓了一跳，就连教官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这真的是12岁孩子该有的战斗能力吗？我居然从学生身上感受到了杀气，他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吉克吗？而在这之前，吉克还是大陆中最强的骑士，出生于帝国最伟大屠龙世家的他，却觉醒出了与屠龙毫不相关的治疗师职业，并且还无法使用骑士独有的气场，最终他也因此被逐出家门。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一直战斗下去，因为他深知弱者注定会被强者践踏，这就是世界的真理。后来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得到了传说中的古代遗物，却因此惨遭帝国追杀。虽然最终他以一己之力击杀了所有敌人，但他也身负重伤到了濒死之际，就连强大的治愈术也没有任何作用。此刻只见他缓缓从口袋中掏出古代遗物，对不起了，艾莉西亚。下一秒，古代遗物散发出阵阵金色光芒，强大的意志唤醒了古代之力。上古龙魂将刻印在意志坚强之人的灵魂上，发动紧急措施。吉克·德雷克是否同意？起初他还以为这只是无稽之谈，于是他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。随后一道窗口提示响起，发动无法挽回之力，伴随着倒计时的结束。下一秒，等他再次睁开双眼，竟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。不过他很快便接受了一切，而他清楚记得，这里是德雷克家族的培育摇篮，屠龙者德雷克。他是1000年前人龙大战中击杀了恶龙巴哈穆特，拯救了大陆的英雄。而3大超级家族之一的德雷克家族，正是由屠龙者德拉肯·德雷克的后人所建立。也正因如此，所有拥有德雷克血统的人都能得到气的祝福，他们能够更轻易地觉醒气场，并成为一名骑士。但只有吉克是例外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一道窗口提示响起，上古龙魂彻底融入获选者的灵魂。下一秒，无数道窗口赫然出现在他眼前。下级管理者状态窗，吉克·德雷克，职业治愈者，称号获得古龙祝福之人。然后下面是一些技能显示，此刻他很是震惊，这就像是魔法影像一样可以穿透，而且职业和技能，这些都是现代不用的词汇。随后他忽然想起，师傅曾经对他说过，古人根据个人的能力区分为各种职业，职业衍生出来的技术则称为技能，所以他的治愈师职业能使用治愈技能。当初师傅以治愈师很结实为由，天天要求他进行训练。总之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现在已经是治愈师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的手中散发出洁白无瑕的光芒，看起来这是真的。我上辈子成为治愈师时，是20岁开放以太大厅后，此刻只见他闭上眼睛开始冥想。果然，如今我的以太厅已经解锁了。虽然之前锻炼好的身体消失了，但我带着技能和记忆回归了。与回归之前相比，这一世他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。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切，他必须了解清楚自己手里的底牌。就在这时，吉克的管家德科尔缓缓出现在他眼前。您忘记今天有重要的事了吗，少爷？吉克从小就非常害怕德科尔，即便他的内心是32岁，但深入骨髓的恐惧是无法磨灭的。就在这时，职业技能冷静发动，随后他心里的紧张感便瞬间消失。居然还可以自动使用吗？此刻只听德科尔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少爷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”当然。吉克对此表示肯定。你指的是评价考试潘克拉奇温对吧？要知道，所有拥有德雷克血统的孩子都需要在7岁开始进入摇篮，进行长达5年的严格培训。潘克拉奇温是不受任何规则的格斗赛，教官们通过潘克拉奇温和剑术对抗赛来评价学生，由教官决定对练对象，但是可以在互相协商的情况下指定对手。因为不受任何规则的影响，所以会出现伤者，甚至会有人死亡。但毕竟这次评价关系到学院分班，所以孩子们也只能拼尽全力。画面一转，此刻只见教官潘马鲁克开口说道：“今天是进行潘克拉奇温的日子，大家都知道这次是最后一次评价吧？那么现在开始，大家做好准备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场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。没想到吉克居然还敢来，是不是去年没有被揍惨了？这样的家伙居然是直系吗？随后亚伦和古塔率先开始对决，伴随着教官一声令下，下一秒亚伦便踢出一脚，瞬间结束了战斗。战斗时下巴不做任何防备，当然会变成这样。小时候每次遇到对决我都害怕的瑟瑟发抖，没想到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。与此同时，吉克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正有人盯着他摩拳擦掌。片刻之后，终于轮到吉克和雷文进行对决。此刻只见吉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没想到居然还是你啊，雷文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毕竟每年我的对手都是他。”而吉克深知他们私底下肯定有着某种交易，这种卑鄙的家伙居然是我的亲戚。前世德雷克家族的4名直系几乎没有见过面，不过有10几个表亲，他们经常欺负我。此刻只见雷文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吉克，这次我要夸夸你了，上次被打得那么惨，你还有勇气爬出来。”闻此，吉克体内的冷静技能瞬间发动，不到片刻他便冷静了下来。如果你再嘲笑我是劣等因子，我可不会放过你的。随后只见雷文一把薅住他的头发，不放过我你又能怎么办呢？下一秒，吉克猛然间发动了技能，一击必中，当场便击中了他的脸部。原本吉克还想着打晕他的，没想到技能居然自己发动了。与此同时，
教官一脸惊讶地问道：“我还没宣布开始呢，你怎么就动手了？”而吉克却是非常不屑：“战斗时难道不是先下手为强吗？”闻此，教官感到无比震惊，我居然在学生身上感受到了杀气。随后，只听雷文的声音响起：“教官宣布开始吧，那个劣等因子，我会狠狠教训他一顿的。”伴随着教官一声令下，下一秒，雷文迅速摆好架势，朝着吉克攻去，而他时刻防备着吉克的左手。就在吉克打出一击左拳时，此刻雷文猛然间俯身蹲下，随后抱起吉克的身体，想要将其摔倒在地。可就在这时，雷文突然神色一紧，紧接着便迅速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见此，教官感到无比震惊，这居然是12岁孩子的战斗能力吗？雷文躲开吉克的进攻并推倒他的瞬间，他以为自己赢定了，可没想到吉克迅速攻击雷文的下巴，从他手里挣脱出来。就算进攻失败，但吉克却依旧表现得非常冷静，并在同时做出正确的进攻。他拥有极强的技巧和注意力，他真的是我认识的吉克德雷克吗？与此同时，雷文刚想着拉开距离，却被吉克一击废掉了左腿。见此，雷文当即挥拳朝他攻去，可吉克在集中感觉技能的加持下，迅速躲开了雷文的每一次进攻。看起来我已经习惯控制以太了，那么就结束这一切吧。下一秒，吉克猛然间使出一招过肩摔，并在同时发动命中要害技能，当场便击碎了他的肋骨。此刻，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就算你的学习能力不够，但这种程度的话，你应该能学到不少吧？什么东西也敢跟我大呼小叫？”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，你们的名字我都记起来了，不要东张西望的，不服就下来比试比试。男孩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拳击术，却让天才学子们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教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这是从未见过的战斗技巧。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懦弱的吉克吗？就在吉克放出狠话之后，此刻只见一道人影缓缓站起身来。吉克德雷克，我指明你跟我对决。说话的此人正是贾肯瓦尔德克，是吉克的远房表亲。没有关系，但你一个人太无聊了。作为仆人的利亚姆斯通，你们两个一起上吧，这样才算得上是势均力敌。闻此，贾肯当即勃然大怒：“你是在羞辱我吗？当然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”片刻之后，教官宣布对决开始，而吉克望着眼前的男孩陷入了沉思。佣兵王利亚姆，前世利亚姆作为贾肯的仆人，从摇篮毕业后进入学院，因为他是血缘关系太远的旁系，所以在教育过程中他被抛弃了。后来他进入了名为巴拉纳温的小国骑士团。巴拉纳温灭国之后，他成为了一名佣兵。经过漫长的佣兵生活之后，他达到了赤色骑士的境界，并以自己为中心创立了斯通佣兵团。最后他成为了统一3大佣兵团的佣兵王。后来帝国雇佣了斯通佣兵团，导致利亚姆参加了大陆之战。北部和帝国一直都是敌人，而作为北部人的吉克则成为了他的敌人。不过这次应该会有所不同了吧？与此同时，只见贾肯猛然对他轰出一拳，但却被吉克轻松抵挡下来。我明明说过你们两个一起上的，可贾肯非但没有理会，反而顺势朝他踢出一脚。很快，一股钻心的疼痛从贾肯右脚涌上心头。原来吉克利用手肘进行了防御。就在贾肯愣神之际，此刻吉克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，随后顺势做出挥拳动作。见此，贾肯当即用双手护住脸部，可下一秒，吉克却突然对他的右脚发起了进攻，连这种假动作都看不出来，所以我才叫你们两个一起上啊！你一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不到片刻，贾肯便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利亚姆，给我宰了他！下一秒，利亚姆便带着一股强大的杀气朝着吉克缓缓走来。这家伙真的跟我们一样是12岁吗？而吉克深知，如果被他抢占了先机，那么自己就只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了。于是他率先朝着利亚姆发起了进攻。下一秒，无数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他四周，紧接着纷纷朝他发起了进攻。见此，在场观看的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这是什么进攻技巧？就连教官都表现得有些惊讶，这的确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技巧。大陆中心基本上以剑术为主，所以很少能够看到北部的拳击术。与此同时，吉克忽然意识到自己目前的身体还是太弱小了，根本无法长时间进行进攻。不过比起这些，利亚姆那怪物般的身躯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他一直都在若无其事地进行防御，可他作为佣兵王时，明明更具备攻击性才对。此刻只见吉克紧紧握住右拳，反正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，那么接下来就凝聚全力击碎他的防御吧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猛然间挥出无比强大的一拳，见此，利亚姆当即侧头将其躲闪开来，而吉克很是震惊，他应该不可能看到以太才对，这家伙的感觉真是太灵敏了。就在这时，利亚姆猛然间抓住吉克右手，随后想要将他摔倒在地上，可下一秒，吉克却挣脱了他的手臂，紧接着使用集中感觉技能，顺势使用身体将他牢牢锁住。不到片刻，他便完成了裸绞。你的肉体就算再强，但只要切断流向大脑的空气和鲜血，你就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对吧？与此同时，只见利亚姆疯狂挥舞着拳头朝着吉克猛攻。没错，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坚持更久了。随后两人便展开了一场持久战。见此，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教官都不禁露出了一丝冷汗。他们都想知道到底谁会赢得这场对决。不到片刻，战斗声戛然而止，只见利亚姆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此刻观众席上一位男孩露出了一抹微笑。没错，这样才像话吗？只有这样打败你才有意思。吉克德雷克。
男孩只是进行了最基础的气场检测，却引起了骑士团长及管家的格外关注。少爷，您是不是向我隐瞒了什么？而吉克却表现得毫不在意，因为气势绝对感觉不到以太这股力量了。就在吉克拿下对决胜利之后，此刻管家向他询问：少爷，听说您在潘克拉奇温受了重伤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对您进行诊脉吗？而吉克早就知道了他的意图，想要确认我有没有觉醒器吗？没有丝毫犹豫，吉克当即便伸出了左手，下一秒，一股蓝气瞬间涌入他的体内。见此，吉克感到无比震惊，他居然是青色骑士吗？一般确认是否觉醒时都是只检查丹田的，可他却通过脉络检查了全身。把气输入他人体内是很难办到的事情，需要对气进行精细的操控。看来他真的是青色骑士。骑士也分3、6、9等，根据武力和气的控制能力分成好几个等级。白色剑客是刚学习剑术的阶段，举行祝福仪式之前，大部分摇篮的孩子都是白色剑客。橙色剑客觉醒器后开放丹田锻炼的阶段，摇篮的学生接受完祝福之后就会成为橙色剑客，他们可以自由控制气。紫色骑士是能够得到骑士称号的阶段，他们可以用气强化剑。青色骑士觉醒出蓝气的阶段，最后就是超越极限之人才能达到的境界。前世的佣兵王利亚姆和我能够成为的赤色骑士，虽然也有黑色骑士，但那种怪物全大陆都找不到几个。而他很是好奇，骑士团长级别的人物怎么会来到这里当管家呢？但这是没用的，因为气势绝对无法检测到以太的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管家缓缓开口说道：少爷，您是不是瞒着我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？看起来德科尔你隐瞒了什么？少爷，你怎么突然间改变了许多？闻此，吉克当即话锋一转：你应该问我为什么现在才做出改变，以后还会变得更多，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归到原位，你只要乖乖跟着我就行。我懂了，少爷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已经准备好了训练室。随后吉克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如果他是监视我的人，那就把他留在身边用来套情报吧。不过问题是他是哪边的呢？应该是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吧。画面一转，吉克来到了个人训练室内，随后他便召唤出了状态窗口。从窗口显示来看，有不少技能已经从新手提升到了熟练，而他很是疑惑，这些主动发动的技能是一开始就有的吗？那么我以后学会的技能也会出现在技能栏上吗？但是职业技能和技能有什么区别呢？虽然他们的发动方式相似，并且还有龙族技能，这个居然需要10点成就点数才能解开，而成就点数只能通过击杀魔物获得，可击杀魔物至少需要达到紫色骑士的实力。比起这些，我为什么会回到过去呢？这个系统又是什么？从职业技能来看，这应该和古代遗物有关，目前的情报还是太少了。不过只要能够变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无论是系统还是德雷克家族，这个世界有2种力量，骑士的气以及魔法师的玛纳。骑士通过丹田操控气，魔法师则通过环操控玛纳，这2种力量相互冲突，觉醒玛纳后就无法使用气，觉醒气后就无法使用玛纳。而吉克的才能糟糕到既没有丹田也没有法环。后来他在被家族抛弃时遇到了师傅，师傅帮助他觉醒了治愈师职业，以及教会了他使用以太，所以他和师傅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使用以太力量的人。经过2个小时的挥剑训练，此刻吉克的身体早已达到了极限，但在治愈能力的帮助下，他的身体很快便得到了恢复。不过他却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使用这股力量，因为那样会被他们当成怪物的。既然体力和伤口都已经恢复好了，那么就接着进行训练吧。画面一转，在摇篮公共用餐区内，此刻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，那个吉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会不会是使用了黑魔法呢？吉克虽然在潘克拉奇温上表现得非常野蛮，但他肯定是没有办法赢下胜利的。那家伙弱小到连剑都拿不起，能有什么胜算？见此，一旁被吉克教训的2人纷纷表示，那家伙就是因为剑太重，才去重新定制了一把新剑，我居然会输给那种劣等因子，他肯定是侥幸打赢我的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蕾娜缓缓开口说道：你说那只是侥幸吗？如果你们真的这么想的话，那你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德雷克的骑士。男孩只是使出了最基础的剑术，却让在场学生们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教官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他居然对剑术天才蕾娜使用指导剑术，并且每一个破绽都是他故意漏给蕾娜的，甚至还逼着蕾娜用出了早已觉醒的气。就在蕾娜走出餐厅之后，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剑术比赛当天。和潘克拉奇温不同的是，这场对决使用的是真剑，所以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人在剑术比赛上死去。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出学生之间的差距。而结束年末评价后1个月，将会举行德雷克觉醒器的祝福仪式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吉克拿着一把重剑缓缓走到台上，而他的对手正是蕾娜。我指明你做我的对手。当然，吉克欣然接受了他的挑战。此刻蕾娜忽然意识到，吉克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，难不成是因为体格变大了，所以他的气势也变强了吗？但很快他便冷静了下来，我只要按照原来的方式对付他就行了。此刻只见吉克不禁流出了一丝冷汗，和闪光的骑士比赛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。蕾娜图恩被称为闪光骑士，他是大陆中最活跃的5星骑士之一，他在祝福仪式之前就觉醒了气，在下一代德雷克中，他是被称为绝世奇才的家伙。虽然这时的他觉醒气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他为了打好坚实的基础，在摇篮时根本不使用气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教官一声令下，下一秒
蕾娜使出一招突刺，径直朝着吉克攻去。见此，吉克当即便和他拉开了距离。可仅在眨眼之间，蕾娜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，紧接着刺出强大的一剑，当场便将吉克震飞数十米之远。没想到他的实力居然会这么强。与此同时，只听一旁的众人喊道：“蕾娜别玩了，赶快将他击杀！”然而一位少年却是冷哼一声：“在你眼里，蕾娜是在逗他玩吗？”虽然他也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蕾娜一直在寻找破绽，可每次他想要对破绽进攻时，却总能被吉克挡下，就像是吉克提前露出破绽给了蕾娜一般。这简直就是在指导剑术对练。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，下一秒双方便互相拉开了距离。此刻蕾娜早已有些气喘吁吁，这就是摇篮17闪光骑士的实力吗？果然他非常执着于基本剑术，所以他才会被束缚在框架之中。让我看看能否打破他的框架吧。下一秒，吉克瞬间压低了身体，而蕾娜意识到他想瞬间缩短距离，可在速度上我绝对不会输给他。正当他这么想时，此刻吉克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，随后挥下重重一剑。见此，蕾娜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，只要拉开距离的话，我还能做出反应。就在这时，吉克撩起地上的碎石朝他攻去，没有任何防备，碎石径直击中了蕾娜脸部。正当蕾娜愣神之际，此刻吉克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，紧接着朝着蕾娜的脖颈挥出重重一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蕾娜使用气将吉克手中的重剑打飞出去。当重剑掉落在地的那一刻，此刻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兴奋，是吉克输了，蕾娜真是太厉害了。这次比赛也没有使用气，可一旁教官的脸色却非常难看。不对，虽然学生们可能没有发现，但吉克的攻击触碰到蕾娜的瞬间，他使用了难以察觉到的少量的气。进入学院之前，明明发誓不用气的蕾娜，居然反悔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吉克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前，比试还没结束呢。下一秒，吉克挥出一拳，径直打在蕾娜脖颈之处，随后蕾娜便捂着脖子跪倒在了地上。见此，一旁观看的众人纷纷表示不满，这可是剑术比赛，我们不能承认吉克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身为骑士居然丢掉了剑，这简直就是耻辱，胜者应该是蕾娜才对。然而吉克却对此非常不屑，只要能赢不就行了吗？此刻只见吉克朝着蕾娜缓缓说道：“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我还没输，我只是放松了警惕，他有机可乘罢了。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，如果他手里拿着短剑的话，那么自己早就死了。片刻之后，蕾娜朝着众人宣布：“是我输了。”闻此，在场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。几天前还是被家族视为废材的吉克，居然打败了家族中被誉为天才的蕾娜。男孩第一次在祝福仪式上触摸青铜像，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族长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这是传说中的红色魔力，他居然是纯血觉醒。就在吉克赢下剑术比赛之后，他的胜利给整个摇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而他本人则躲在修炼室内埋头苦练。此刻只见他打开了自己的状态窗口，果然技能熟练度提升到专家后就会提升等级。1个月前在剑术比赛中学会的速度，如今熟练度已经成为了熟手。就在这时，吉克朝着身后的大门缓缓说道：“德克尔，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少爷，我们已经做好出发的准备了。”另一边，黑发男一脸忧愁地说道：“阿贝尔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喝得下茶吗？”吉克那小子打败了蕾娜，而阿贝尔却表现得毫不在意。“不用太过担心，你每次都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。很久没有回去本家了，不知道我们的小弟能够觉醒出什么有趣的东西呢？我对此很是好奇。”画面一转，吉克坐上了前往本城的马车。德雷克家族的本城位于特洛伊公国，家族中心位于大陆米德兰的4季城，但祝福仪式一定会在屠龙者传说的起始地本城进行。片刻之后，吉克来到了德雷克家族本城，龙的巢穴，雷厄。此刻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吉克表现得有些惊讶，这里的参加者居然都是大陆报纸上才能见到的家伙，而且这里面应该有为了提防我从直系派来的监视者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只要他们知道我不能觉醒之后，就一定会打消对我的戒心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露出了一副无比愤怒的神情，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？与此同时，阿贝尔正和贵族进行着交谈，而他表示自己来到这里观看祝福仪式，是因为这次的骑士里有我可爱的弟弟，德雷克家族中的老二，人称狮子剑的阿贝尔德雷克。可经历过前世的吉克深知，杀孽骑士这个称呼更加适合他。此刻他正说服自己冷静下来，毕竟目前的他什么都做不了，而他清楚记得上一世阿贝尔从未参加过祝福仪式，难不成是自己的举动改变了未来吗？也许这一世会有机会也说不定。与此同时，祝福仪式正式开始，首先参加仪式的便是亚伦。只见他将右手伸进水里，随后划破自己的手掌，下一秒，一股蓝色能量瞬间将他团团包围，紧接着汇集在他丹田之处。德雷克的所有血亲都要通过祝福仪式，在12岁从摇篮毕业时开放丹田并觉醒气。下一个蕾娜，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特殊情况，觉醒气的同时觉醒屠龙者的特性，妨碍玛纳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玛纳灯突然闪烁着红色光芒，见此在场众人皆表现得无比兴奋，因为这是能够达到赤色骑士甚至是黑色骑士的纯血觉醒。随后教官示意他们将手套拿来，由于妨碍玛纳的特性存在，所以没有家族特制的手套甚至无法正常生活。因为证明了自己是纯血，所以可以使用德雷克的名字，并且还能得到家族各种帮助和资源优待。就在这时，吉克缓缓站在了觉醒仪式上，此刻在场众人全都感到非常兴奋，
他赢了蕾娜，一定是纯血觉醒。而吉克却望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沉思，没想到居然会再次站到这该死的铜像面前。前世他咬着牙从摇篮里生存下来，可却成为了德雷克家族中第一个觉醒失败者。但这次将会有所不同了，不仅仅是治愈，他还能控制以太，更重要的是他靠着自己的意志站了起来。所以这次就拜托你了，该死的青铜像！可随后青铜像却没有任何动静。见此，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阿贝尔的脸色都凝重了起来。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果然如此，我就不应该对他抱有任何希望，都怪那家伙害我产生了不必要的期待。而众人很是震惊，居然没有觉醒的可能吗？身为直系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简直就是家族的耻辱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吉克面前响起一道窗口提示，系统处理时发现错误，导致信息发送延迟，因为鉴定设备中缺少相关职业的信息，现已经信息输入完毕，设备鉴定使用者的能力为治愈，已确认开放职业。下一秒，只见一道红光将青铜雕像瞬间包裹。见此，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居然是红色光芒，这一定是纯血觉醒。与此同时，前方再次响起窗口提示，激活了刻印在使用者灵魂中的古龙祝福，唤醒了血族才能，斗士之血，觉醒天赋互相结合，诞生出独一无二的职业。您觉醒了不灭者的才能。家族最强的觉醒者想要与男孩握手，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，因为吉克并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毕竟只有他知道，未来阿贝尔可是被称为杀孽骑士的存在，那是一个如同恶魔般的家伙。就在吉克觉醒不灭者的才能之后，此刻所有人都不淡定了，他真的是纯血觉醒吗？可是玛纳灯明明没有反应啊，难不成是青铜像坏了吗？而吉克意识到自己在这时候说话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怀疑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阿贝尔拍手说道：“大家这么严肃干嘛？这一期出现了2位纯血觉醒者，难道我们这不是值得庆祝的事吗？”闻此，在场贵族纷纷表示：“没错，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”随后他便示意手下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吉克拿手套！”不到片刻，吉克便戴上了特制手套。这家伙的意图我清楚得很，心情真是糟糕透了。与此同时，教官朝着众人宣布，祝福仪式到此结束，待会举行庆祝派对，请大家玩得开心。而吉克正向着离开这里时，下一秒，阿贝尔却当场喊住了他。吉克这么着急想要去哪呀？祝贺你纯血觉醒！说着，他便向吉克伸出了右手。此刻吉克却陷入了沉思，握手吗？如果拒绝的话，他一定会察觉到我的敌意，要不还是先配合他吧。下一秒，阿贝尔惨无人道的画面浮现在他眼前，随后吉克便拒绝了他的握手。见此，阿贝尔露出了无比轻蔑的神情，你这样让我很尴尬呀，吉克。而吉克却是神色一紧，就算是死我也绝不会握你的手。此刻只见阿贝尔缓缓开口说道，没办法了，见到你就足够了，那么下次再见吧，吉克。当然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画面一转，吉克回到了房内，不过为什么会没事呢？所有纯血觉醒者都拥有妨碍玛纳的特性，这说明拥有和玛纳生物龙完全相反的能力，但是大部分设备都是依靠玛纳为动力，而纯血觉醒者需要家族提供的手套。如果真的是纯血觉醒者，摘下手套后肯定会出现问题。随后吉克打开了自己的状态窗口，居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吗？不是妨碍玛纳，而是反射玛纳吗？看起来需要慢慢分析啊。下一秒，反射玛纳的详细信息便浮现在他眼前。反射玛纳使用扭曲磁场，让周围的玛纳失去效力。反射玛纳居然被当成是技能吗？因为不是随时都会发动，所以玛纳灯才会没事吗？而且举行仪式之前是稀有职业，现在却是独一无二的不灭者吗？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太对劲，所有学生都是蓝色光芒的普通觉醒者，只有蕾娜是红色的纯血觉醒者，而他刚开始是红色，后来才变成了金色。他依稀记得系统曾经说过，鉴定设备缺少一部分信息，难道鉴定设备指的是那个青铜像吗？而当系统输入信息后，没有动静的青铜像却发出了红光。此刻他忽然意识到，青铜像并不是判断是否觉醒，而是确定使用者是否有资质。稀有职业是红色，独一无二的职业则是金色，只是因为现代中职业这个概念消失了，所以才会变成确认是否觉醒的道具，以至于稀有职业被他们称为纯血觉醒。历代家主居然没人发现这个问题吗？而他忽然发现自己突然有了成就点数，看起来是那时候得到的吧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其使用。下一秒，无数道窗口提示响起，龙族技能解锁，龙眼龙的威严以及暴食技能需要更多成就点数激活。不过这个暴食是什么意思？吃得多消化快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看上去很不错。随后即刻解开了龙眼以及龙的威严技能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猛然间发动了龙眼技能，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太对劲，因为庭院里的铜像就像在眼前一样。没想到这个还真有用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道窗口提示响起，你需要标出发现的物品的信息吗？下一秒，周围所有物品的详细信息便浮现在他眼前。随后只见吉克忽然间失去了全部体力，看起来这个龙族技能还是很霸道的，但很快他便通过治愈术恢复了自己的体力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自己的治愈因子得到了提升，身体的伤口将会自动恢复，这可真是太棒了，这简直可以算得上的不死之身了。随后他便拿起小刀往自己手上划了一刀，不到片刻，他手上的伤口便瞬间得到了恢复。这还需要在学院待满5年才能毕业吗？我认为2年足矣。
帝国最强家族想要给予男孩帮助，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，这让一旁的蕾娜感到无比震惊。为什么要拒绝图恩家的帮助呢？可只有他知道，接受帮助就等于成为了家族的傀儡，而且他也并不需要纯血觉醒者以外的恩惠。就在吉克掌握龙眼技能之后，此刻他来到了德雷克学院，这是大陆中最顶级的骑士学院。每年春天新学期时，整个首都都充满了活力。没想到这里的高年级生和成年人一模一样，他们的身体锻炼到没有任何瑕疵，但和摇篮出生的我们相比，还是差得太远了。就在这时，吉克注意到一旁的贵族，看起来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派系。在支持德雷克家族的无数分支家族中，有三大影响力最大的大家族：利蒂图恩、智的杰蒙斯以及金的瓦尔特。这三个家族的孩子都建立了自己的派系吗？不过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关系。画面一转，吉克来到了纯血觉醒专用的高级宿舍——白金公寓，具备了修炼场、图书馆等各种便利设施的高级宿舍，只有最顶级的学生才能入住，就算是摇篮的人也很难住进这里。而纯血觉醒者则被赋予了楼层管理者的特权。片刻之后，只见一群仆人正欢迎着吉克的到来，而他很是震惊，就算是纯血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就在这时，德克尔找到了吉克，他表示自己有个东西需要交到吉克手上，原来是一副新的手套啊！这次我得到了新手套，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再重新打造一把新剑。对于这个想法，德克尔表示认同。特洛伊公国靠近巨人山脉，这里盛产优质的铁矿和出色的匠人。传闻中学院出身的骑士们的第一把武器就是特洛伊制造的。此刻只见德克尔缓缓说道：“需要我帮您找一位不错的匠人吗？”“并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。”说着，他便将写有名字的卡片递给了德克尔。“盖利昂·哈尔波特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会马上联系到他的。对了，少爷，这是明天上课需要的资料，请您抽时间看看。”随后，德克尔便转身离开了这里，而此刻吉克却陷入了沉思。只要住在白金楼层，我就可以自由修炼龙族技能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仆人朝着吉克缓缓说道：“蕾娜小姐邀请您一起用餐。”“居然是蕾娜吗？那就带我过去看看吧。”画面一转，吉克来到了蕾娜所在的楼层。“欢迎你的到来，吉克。”此刻只见蕾娜打下一记响指，下一秒，蕾娜身后的侍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“抱歉，我们家族的人有些特别，那么我们吃完饭后再开始进入正题吧。”画面一转，此刻只见吉克陷入了沉思，不愧是被称为闪光骑士的家伙，他正在利用丹田控制器，已经快要达到紫色骑士的境界了吗？不过他的剑术为什么会这么死板呢？真是可惜了他的才能了。片刻之后，用完餐的蕾娜开始进入正题。“吉克，接受图恩家的帮助吧。”闻此，吉克很是疑惑：“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一样是纯血觉醒者了？看起来你对纯血觉醒者有什么误解？我们的确得到了不少好处，比如这个白金楼层，但我们不会得到任何的修炼资源。学院积累了数世纪的学术和实践经验，一个能有效提高你能力的私人教练。如果你没有这些，就算你的天赋再强，最后还是会被淘汰。所以你需要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家族。即便成为现任赤色骑士的阿贝尔，他也是得到了杰蒙德家族的帮助。图恩家主虽然没有告诉我原因，但你好像没有得到外加的帮助吧？我再说一次，吉克接受图恩家族的帮助吧。”而吉克却是当场表示拒绝。闻此，蕾娜当即感到无比震惊。“为什么？图恩家提供帮助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啊？”此刻只见吉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不是因为这些，而是我完全不需要纯血觉醒者以外的恩惠。既然你诚心诚意请我吃了一顿饭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吧。你的剑术后劲太大了，我猜可能是你太在意身后那些人了吧。你听好了，蕾娜，你的优点是充满弹力的身体所带来的柔韧性，不要正面接受攻击，用力量打倒你的对手，而是通过柔韧的身躯来躲避对方的进攻，然后趁这个机会给予敌人精巧的一击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些，那么你肯定会比现在更强。”闻此，蕾娜当即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力量是图恩家族的象征，我只是在遵从家族传统罢了。”但他说的没有错，因为我一直被困在家族的思想当中，这一切都无意识地反映在了我的剑上。居然被他看穿了吗？大家从小就夸我是个天才，却没有人给过我任何建议。吉克，你到底是谁？男孩只是使出了最简单的拔刀斩，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向安德烈教官发起挑战的人。要知道，安德烈虽然并不是纯血觉醒者，但却是以全校第一成绩毕业学院的世纪天才。就在给完蕾娜建议之后，此刻吉克正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。前世这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地狱，但成为纯血觉醒者后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，这里简直像极了天堂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喊住了他：“吉克，你也是特别班吗？”欧文·杰蒙斯是杰蒙斯家族中的第3个儿子，前世他利用别人来欺负吉克，是一个擅长装好人的狡猾的家伙。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昨天我邀请你一起吃饭，你为什么没有回复我呢？昨天桌子上那封信吗？别开玩笑了，我为什么非得要给你回复？”下一秒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吉克的去路。“吉克，你居然敢无视少爷的好意！”而杰克很是好奇：“你又是谁呢？”“我能理解你想讨好少爷的心情，但挑衅时也要看准对象才行啊。”与此同时，吉克挥手挡下了来者的进攻，随后双方互相拉开了距离。没想到这里的高年级生都会使用气场啊！这时只见他开口缓缓道：“我叫德班罗斯威尔，这里的人都称我为怪力德班，我就代替欧文少爷好好教训你一下吧。”怪力德班吗？一个连骑士都不是的家伙，居然敢取这个绰号。下一秒，
只见吉克顺身来到他的身前，随后挥出蕴含气场的一拳，当场便将他击飞数十米之远。所以怪力得班之后是谁呢？快点决定吧，欧文少爷。此刻只见欧文缓缓走到吉克身旁，你别太嚣张了，吉克。随后他们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德雷克学院大体上可以分成2个班级，一种是普通班级，从早到晚制定课程和学习目标的班级，以及除了基本课外可以自由选择课程的特别班，这是由学院最顶尖学生组成的班级。此刻吉克正表现得毫不在意，没想到这里全都是摇篮出身的家伙。就在这时，教授缓缓说道，为了鼓励特别班的新生，今天邀请来了一位贵客，20年前东方帝国战队的总队长，靠着智谋组织了侵略帝国的英雄，校长哈沃德·德雷克，战斗英雄哈沃德。虽然被称为英雄谋略家，其实他就是个泄露我方信息的小人，只不过阴差阳错之下扰乱了敌人的计划，最后才成为了英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前世就是这家伙把吉克赶出了学院，害得吉克只能在特洛伊公国流浪，最终被当成奴隶卖到了南部的卡鲁特尔。而吉克发誓自己一定会让他偿还这一切的。此刻只见教授缓缓说道，那么在开始上课之前，请大家拿上剑到练武场上汇合。片刻之后，众人来到了室内的练武场内。屠龙的基础课程居然是特别班的必修课吗？前世吉克因为不能使用气，导致他整整花了2年学习3个月就能结束的课程。此刻只见教授缓缓开口说道，我是负责特别班屠龙基础课的安德烈。闻此，在场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，他好像穿的是德雷克的正式制服，难道他就是红眼骑士安德烈吗？他并不是纯血觉醒者，但他以排名第1的成绩提前从学院毕业，他是100年难遇的天才，被家族授予了德雷克的称号。而吉克却表现得很是惊讶，特别班的老师水平这么高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不懂变通的家伙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示意大家安静下来，而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了吉克身后背着的重剑。同学，你那把剑是怎么回事？闻此，吉克当即拔出重剑挥舞了几下，如你所见，这是我能使用的剑。而安德烈很是疑惑，你难道不知道学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剑吗？此刻吉克很是无奈，我就知道这把剑会闹出动静来，如果我能用这剑打败老师的话，是不是就不用解释了呢？闻此，安德烈当即释放出强大的气势，但却被吉克释放的坚硬的精神防御技能所抵挡。此刻只见安德烈缓缓拔出佩剑，只要你的剑能碰到我的剑，这次我就不会追究你的无礼，并且还免除你的屠龙基础课程。下一秒，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瞬间朝着吉克袭来。男孩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气度，却让天才学子们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安德烈教官紧握长剑的右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区区一个学生怎么会使用气步？还有他那可怕的体力是怎么回事？果然纯血觉醒者对我非常不利。就在安德烈释放出强大气势之后，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，别担心，我是不会对学生使用气的。闻此，吉克露出了一抹微笑，我知道安德烈的弱点，所以我应该能够打赢他，但现在我被阿贝尔盯上了，要是像摇篮一样惹人注意的话，可是会出大问题的。那么在触碰到他的衣服后，我就认输吧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快速使出一招拔刀斩，但却被安德烈瞬间抵挡下来。见此，吉克很是震惊，真不愧是青色骑士，想要打败他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随后吉克对他展开了尤为猛烈的攻势。与此同时，一旁观看的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德雷克的正式骑士果然不一样，已经打了足足30分钟了，吉克却连安德烈教官的衣服都没有碰到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安德烈的右手早已忍不住开始颤抖起来，而他很是震惊，这家伙为何会拥有这么可怕的体力？在不使用气的情况下，我应该很难打败他。果然纯血觉醒者对我非常不利。与此同时，吉克望着安德烈陷入了沉思，他的体力还是这么差呀，加上没有使用气，体力就更不够用了。德雷克对气的修炼是出了名的奇怪，不仅仅是在训练，日常生活中都要使用到气，气就像呼吸一样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而现在的安德烈就如同并住了呼吸一般，加上不规则的剑术，安德烈将会更快消耗完体力。按照这么发展下去，吉克都没办法假装输给他了。就在这时，吉克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只要引诱他使用出气不就行了？毕竟现在让他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下一秒，吉克猛然间使用了速步技能，此刻只见吉克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安德烈四周。就在安德烈一脸震惊之时，吉克早已纵身跃向空中，紧接着使出了技能一击必杀。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安德烈猛然间使出气步拉开了距离，随后将气凝聚于剑上，紧接着朝着吉克挥出重重一击，当场便将吉克击飞数十米之远。见此，一旁的蕾娜不禁露出了一脸担心的神情，该死，没想到居然会这么疼，不过现在是时候该倒下了。下一秒，吉克便忽然瘫倒在了地上。见此，安德烈默默收回了自己的佩剑，你以后都可以不用参加我的课了。随后只见安德烈朝着众人发出了询问，你们还有谁不想上我的课吗？闻此，台下的众人全都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情，那么我就当剩下的人全都参加了。画面一转，吉克躺在了病床上，虽然他并没有触碰到安德烈的衣服，但最后安德烈却不得不使用了气，这意味着他已经认同了吉克的实力。从结果来看，安德烈整顿了课堂纪律，而吉克得到了时间上的自由。此刻他回想起了安德烈的最后一击，那是屠龙法则第1章第1节的劈开天空，但就连吉克都没有想到青色骑士使用这一招威力会这么大。
而他能够与青色骑士平分秋色，完全是因为他体内有治愈能力。不过仅凭这些，想要过上自由的人生是远远不够的。不想被人束缚的话，就需要无比强大的力量，能够不用屈服任何人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赫然出现在吉克眼前，看起来你就是亚瑟的小儿子。而吉克很是震惊，这家伙到底是谁？此刻红发大叔向吉克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小子，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你明明受到了很重的内伤，可为什么却在一瞬间得到了恢复呢？难道他察觉到了治愈能力吗？而吉克很快便冷静下来，要知道学院里根本没有人知道治愈能力，于是他选择继续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下一秒，只见大叔一记手刀瞬间朝着吉克袭去，见此他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，随后一把扔出白色的床单。就在大叔丢失视野之际，此刻吉克猛然间发动了好几个技能，紧接着挥起巨剑朝着大叔狠狠砍去。可下一秒，大叔却一脸轻松地挡下了他的进攻。此刻只见大叔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出色，就好像佣兵一样。”大陆最强的黑骑士想要指导男孩剑术，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，因为吉克并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毕竟他曾经可是大陆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疾风骑士。不过这种传说级别的人物，为何会躲在学院里当起了庭院管理师呢？就在大叔挡下吉克的进攻之后，此刻双方互相拉开了距离，而吉克很是疑惑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会说我像佣兵呢？难不成他知道我前世的事情吗？就在这时，只见大叔缓缓开口说道：“身为德雷克家族，居然丢下剑逃走，看来比起骑士，你更适合当一名佣兵啊。”而吉克却望着大叔陷入了沉思，这家伙的实力至少达到了赤色骑士级别。此刻大叔朝着吉克发问：“你这是摇篮分发的苏格兰阔刃大剑吧？你的实力这么好，怎么使用的是这种武器呢？”正当吉克想要对此做出回应时，下一秒一道身影赫然出现在吉克身后，来者正是安德烈。你果然在这里，庭院管理师德克斯特先生。闻此，吉克很是疑惑，这家伙居然是庭院管理师吗？就在这时，安德烈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您刚才不是在练武场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跑到这来了呢？这位同学，如果治好了伤，就赶快回去吧。”正当吉克准备转身离去时，下一秒只听大叔的声音响起：“有时间的话，就来学院西侧的温室里，我会教给你不错的东西。”对此，吉克当即表示拒绝，这脾气跟亚瑟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庭院管理师德克斯特吗？这肯定是假的身份，他的地位高到可以直呼德雷克家主亚瑟的名字。安德烈这辈子唯一的师傅，被称为疾风骑士的杜克·德雷克，他一个人的实力足以媲美整个王国战力，是传闻中的黑骑士之一。他突然失踪时，曾经轰动了整个大陆，没想到居然躲到这来了。听说杜克是个执念很深的家伙，据说他是因为喜欢黑色，所以才拼命成为黑色骑士的。而吉克对杜克很感兴趣，不过既然他想要指点我，那我肯定不会放过他的绝招的，我要把他的兴趣变成执念。画面一转，此刻魔法理论讲师佩南正在上课，这种情况下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？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搭理他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吉克举起手缓缓说道：“教授，刚才您讲解的玛纳转换驱动是我不太理解。”闻此，教授当即来了兴趣，还是第一次有同学向我提问呢。片刻之后，正当所有人准备离开教室时，此刻教授当即喊住了吉克：“难得遇到像吉克这么好学的同学，以后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来我的研究室找我。你别看我这样，其实我是德尔斐魔法大学里获得不少奖学金的学生。”闻此，吉克很是惊讶，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普通魔法师，但没想到居然是有名的德尔斐魔法大学出身了。没有丝毫犹豫，吉克当即便答应了下来。毕竟和魔法师搞好关系对他没有任何坏处。擅长计算的魔法师思想比较开明，比起死板的骑士更适合当同伴。佩南嘛，就让我好好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用吧。就在这时，吉克注意到了一旁，只见杜克正躺在长椅上，而他很是好奇，为何吉克没有去温室里找他？我应该说过会教给你好东西吧。对此，吉克并没有任何兴趣。我当时不是已经拒绝了吗？此刻只见吉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您的实力非常出色，但我忙着修炼没有时间。”与此同时，杜克一个瞬身便来到了吉克身后，而吉克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一击当场击晕过去。等他回过神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学院西侧的温室里。“你这是把我绑来了吗？”杜克对此做出回应：“没错，我的确把你绑到了这里。小子，我对你很感兴趣，现在连内心的想法都直接说出来了吗？”看起来他似乎有些着急了。正当吉克准备使用速步逃离这里时，下一秒只见杜克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，伴随着他缓缓抬起左手，此刻吉克便被瞬间逼停。这家伙还在耍我。而吉克很是不解，我到底是哪里引起了您的兴趣呢？那时候你的内伤是如何瞬间治好的呢？看来他很在意这件事啊。既然你这么好奇的话，不妨自己亲自来试试吧。闻此，杜克当即便消失在了原地。正当吉克一脸疑惑时，下一秒吉克的重剑便径直朝他袭去。见此，吉克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，随后转身将其接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此刻只听杜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不是说让我来试试看吗？不过那实在是太容易了，不妨你跟我打个赌吧。只要你用剑碰到我的衣袖，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。但如果你选择放弃的话，你就必须把所有秘密全部告诉我。”男孩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气场，却把大陆最强黑骑士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看似他一直都在用相同的方式进攻，可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使用龙之威严的机会，并同时打出致命一击。小子，这场对决就当成是平局吧。就
就在杜克提出条件之后，此刻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，而杜克很是震惊，这小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仅能抗能打，体力充沛，而且还能无休止的修复伤势，难不成这家伙？就在这时，只见吉克使用治愈技能治疗自己，虽然他能够坚持1整天，但这次的打赌他肯定赢不了。龙的威严，这个技能因为太过危险，所以从未使用。不过对手是黑色骑士的话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忽然间爆发出强大的气，见此杜克很是惊讶，这小子的眼神变得凌厉了不少，这样才对吗？此刻只见吉克缓缓凝聚气，下一秒，吉克运用速步的瞬间使出一记拔刀斩，这小子只会重复着相同的进攻，跟那个速度超快的家伙和图恩家的女儿比起来很普通，但他眼神透露出的那股狠劲可真讨人喜欢啊。正当他犹豫要不要稍微使用一下气势，此刻吉克猛然间发动了龙的威严，一瞬间杜克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随后一拳击碎了吉克的重剑，而他很是疑惑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吉克顺势扬起一片沙尘，正当杜克四处寻找着吉克的踪迹时，此刻他早已顺身来到杜克身后，伴随着龙眼的发动，吉克迅速朝着杜克挥出一剑，可下一秒，斩击却穿过了杜克的身体，紧接着杜克化作一片疾风消失在了原地。见此，吉克表现得无比震惊，这难不成是杜克的绝招吗？用普通疾走创造出疾风，所以他才被称为疾风骑士。与此同时，杜克赫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这场比赛就当成是平局吧，小子。下一秒，杜克猛然挥出重重一拳，当场便将吉克击飞数十米之远。此刻前方响起窗口提示，您因为过度使用技能，疲劳值已超过允许范围。果然有其事必有其徒弟啊！随后吉克便因疲劳过度缓缓闭上双眼，等他再次睁开双眼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宿舍。看起来是杜克把我带到了这里，该死，差一点就成功了，真不愧是黑色骑士啊！我把能做的全都做了，但面对他根本毫无胜算。使用数百次相同的进攻来引诱杜克放松警惕，在决定性的瞬间用龙之威严创造出机会，甚至动用了龙眼使出致命一击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最后杜克使用的那个技巧绝对是他的绝招，虽然吉克因为过度使用龙族技能昏了过去，但好在他接触到了绝招，利用锻炼到极限的肉体，那种超越常识的超高速移动技术，体弱的安德烈能够成为赤色骑士，也多亏了这个绝招。虽然失去了学习绝招的机会，但好在收获不少。龙之威严，连黑色骑士都能顿住的威压，这个技能用在等级低的人身上，马上就能让他们屈服。就在这时，窗口响起一道窗口提示，您收到了未确认的短信。随后无数道窗口提示响起，速步升级成 C 级高速移动，因为使用者的强大意志灵魂得到成长，可以使用成就开启下一个技能。紧接着便是小地图、物品栏、初级任务书等各种项目等待开启。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吉克感觉头都大了，于是他率先解开了物品栏功能，可以将指定物品装入物品栏，心里所想物品时就会出现在手上，这意味着我可以储存自己想要的装备了。随后他便在脑海中想象，将短剑放在了物品栏里，下一秒大剑便出现在了物品栏中，根据大小和重量会占用不同数量的格子，而当吉克想拿出大剑时，大剑便会出现在他手上。没想到这比亚空间箱子还要好用呢，而且物品栏还可以通过成就继续扩张，这么厉害的功能居然才只是下级管理者技能，要是升到高级呢？看起来成就点数不能胡乱使用了，那么是时候该修改一下计划了。片刻之后，德克尔找到了吉克，他表示庭院管理师杜克有一封信要交给吉克，只见信里写着，如果想重新挑战的话随时都行，看起来我还没有失败啊，也就是说我还有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德克尔缓缓开口说道，少爷，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您，上次您说的铁匠我找到了，不过出现了一个问题，铁匠拒绝预约，说我不会再打造武器了。男孩只是触摸了一下铁剑，却让大陆最顶级的铁匠感到无比震惊，因为他清楚道出，这些武器都是由多种金属混合制造而成，但硬度实在是太低了，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热处理过程中没有清除多余的杂质。就在吉克得知盖利昂的位置之后，此刻他乘坐马车来到了法布尼尔铁匠铺，前是因为吉克救了盖利昂一命，于是他为吉克打造了一把杰作光辉之剑，如同他的绰号灵魂铁匠一样，这是看破使用者灵魂所制造的武器。他做出的剑拥有吉克最需要的专属能力，能把以太转换成气的能力。不过大陆中最顶级的铁匠为何会是这般模样呢？虽然他有时也会这样，但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才对。遇到我之前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随后只见吉克拿起一桶冷水浇在了他的脸上，现在你应该清醒了不少吧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委托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了吉克的手套，居然是德雷克家族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他当即便向吉克表示道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要冒犯您的，现在的我接不了任何委托，做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怎么能够做出别人想要的东西呢？见此，吉克很是疑惑，盖利昂居然也有这种时期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当初吉克遇到他时，他已经是整个大陆最棒的铁匠，而且他似乎从未提起过自己以前的事，但目前的吉克可没办法等他10年时间。随后只见吉克朝他询问，我能否看看你的失败品呢？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给他指明道路才行了。片刻之后，吉克在盖利昂的带领下来到了后门庭院，而吉克注意到
这里的武器都好像艺术品一样精美。随后即刻一把一把地观察着这里的武器，这些根本都不是失败品，这和未来他成为大陆最顶级铁匠时制造的一样出色。紧接着即刻使用龙眼观察武器，果然是火炉有问题吗？你应该使用了自己独创的锻造法吧，混合了各种金属做出更加轻巧的材料，但硬度实在是太低了。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热处理过程中没有清除多余的杂质。闻此盖利昂很是震惊，他说的很对，不仅看出了我的锻造法，而且还指出了致命的缺点和原因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也许能够帮上我也说不定。此刻只见盖利昂缓缓开口说道，大人，我有个不错的提议，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吗？下一秒盖利昂便打开了自己的设计蓝图，而即刻清楚知道这是盖利昂10年之后成功的秘诀，魔法火炉的设计图，能够使用魔法自由操控火炉的温度，这个设计的确非常适合你。可是你既然设计出了蓝图，为何没有做出火炉来呢？此刻只见盖利昂缓缓解释道，因为我还没有设计最重要的玛纳驱动室，而拜托魔法塔设计的话至少需要1万枚金币，要知道一般家庭1个月的生活费也才10枚金币，他居然花了10年时间才凑齐这个数额吗？这时只听盖利昂缓缓说道，大人，您是德雷克的纯血觉醒者，如果您能帮我完成这个火炉，我愿意一辈子无条件帮你制造武器。闻此即刻当即陷入了沉思，虽然他是纯血觉醒者，但1万金币对他来说还是太多，如果有家族支持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就在这时即刻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不就是玛纳驱动室吗？这个提议我接受了，我会委托给我认识的魔法师，等有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还有最后一点，你别再喝果汁了。说完即刻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画面一转，即刻来到了德雷克学院教授研究所。从构造来看应该很简单才对，为何魔塔的家伙会提出这么高的价格？不过好在佩南的专业就是玛纳魔法驱动室。就在这时，一旁传来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个胡同，我记得是前世自己经常遭受欺负的地方。此刻只见雷文正在大发雷霆，什么前所未闻的黄金反应，什么超越了纯血的超级觉醒者，别开玩笑了，我输给吉克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毕竟在开始战斗前他就偷袭了我，虽然我的确输了，但那种劣等因子为何会是纯血觉醒者？就在这时，只见吉克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：雷文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替代品啊，给你3秒，乖乖把头磕在地上。男孩只是展现出了最基础的杀意，却把在场众人全都吓倒在了地上，就连贵族天才雷文都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既然你对我拔出了佩剑，那你一定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吧。就在吉克放出狠话之后，此刻雷文很是好奇，别以为你觉醒了纯血就这么狂妄自大，再说了，你真的是纯血觉醒者吗？闻此吉克当即释放出杀意，闭上你的嘴，趁着我好好说话时把头磕在地上。下一秒，雷文便被这股杀意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该死，几个月前还被我踩在脚下的家伙，我居然会感到害怕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雷文朝着众人示意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快一起上啊！见此吉克很是无语，我明明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侧身躲过了敌人的右拳，随后顺势朝着敌人的脸部挥出重重一拳，当场便将其击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面对众人的围攻，吉克都能游刃有余地应付着。不到片刻，吉克便将众人全部击倒在了地上。见此，一旁的雷文很是震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家伙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吉克吗？此刻只见吉克缓缓说道：你不要感到害怕，疼痛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闻此，雷文立刻拔出了自己的佩剑，如果你敢靠近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而吉克却是神色一紧，在练武场以外的地方拔剑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雷文昆拉特在练武场以外的地方拔剑，露出杀意，我吉克德雷克也将用杀意进行对抗。这次战斗将根据传统用性命分出胜负，所有责任都在个人身上，互相发誓战斗结束后绝对不会追究对方的责任。利亚姆斯通，你就是这场战斗的证人。闻此，雷文当即跪倒在了地上，随后哭喊着要求吉克放了他，求求您饶我一命吧。而这让吉克想起了前世的一幕，真是可笑的家伙。下一秒，吉克一刀斩下了雷文的耳朵，就用你的耳朵代替你的性命吧。此刻只见吉克再次开口说道，下次如果见到你时，你的耳朵已经复原的话，那么下次砍的就不是耳朵，而是你的脑袋。说罢，吉克转身便离开了这里。就在这时，利亚姆一把喊住了他，吉克大人，你为什么会救我？你别在意，我不是在救你，我是救了我自己。画面一转，吉克找到了佩南教授，从结论来说这是可行的，但在那之前你先听我说2句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结构非常简单，但问题是负责输出的炉心可以说是驱动室的心脏，这个火炉需要的条件很麻烦，虽然很小，但要很强的火力，而且还要控制时间，这种设计是没有先例的。而吉克很是不解，但这应该可以做出来吧？当然，目前有2种方法，一是考虑到炉心的条件，我自己设计驱动室，但光计算炉心就需要15年以上。闻此，吉克很是震惊，居然要15年。第二办法则是不直接设计炉心，用其他材料代替，可以大幅度缩短时间，但问题是那个材料是高压缩玛纳石。闻此，吉克当即感到无比震惊，开什么玩笑，那不是不能用现代化工艺制造的古代遗物吗？的确，这个遗物在遗址中也是很罕见的，如果是能承担火炉的玛纳石的话，至少应该价值3000枚金币。该死，15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如果被人发现我不能使用气的话，我就会被赶出学院了。但3000金币对我来说太多了，又不能放弃光辉之剑，
祝福仪式那天出现的反应，让大家都以为我会使用气，但实际上那是靠着以太和质疑。以太是人类无法操控的力量，除了师傅教我的护身气外，别说屠龙法了，我根本无法使用需要用到气的剑术，顶多就是强化身体挥舞着剑。而且气比起以太来说，适用范围更广，也更容易操控，所以我需要光辉之剑。可是我应该去哪里找高压缩马奈石呢？就在这时，只听佩南缓缓说道：“设计这个蓝图的家伙可真是厉害。考虑到复杂的炉心这个构造效率很高，这在黄金时代遗址也是很少见的。黄金时代遗址吧？没错，我为什么会没有想到这个呢？教授，我回来之前请您设计驱动是吧？”闻此，教授很是惊讶：“你不会真想让我花15年时间做这个设计吧？别开玩笑了，我会去把高压缩马奈石带回来。”男孩放着满屋的黄金不要，转身拿起了一旁放满石头的破箱子，因为只有他知道，这可是传说中的高压缩马奈石，一颗就能承担起一个村子的玛纳消耗量，同时这也是造出魔法火炉最重要的材料。就在吉克决定带回高压缩马奈石后，此刻他来到了德雷克学院中部图书馆。黄金时代是诞生于德拉肯德雷克击杀了恶龙巴哈穆特之后，人类得到100年和平的时代。当时从龙的巢穴找出来的古代遗物，都是最顶级魔法全盛期的英雄王时代的物品，里面的东西远超现代技术和魔法水平，能够承担一个村子马奈消耗量的高压缩马奈石，也是英雄王时代的遗物。德雷克亲自设计的中部图书馆，虽然使用率很低，但一直进行着维护。在某次进行扩张时，他们偶然间发现了黄金时代的遗迹，不仅仅是魔塔，就连3大超越家族之一的纳尔瓦纳的魔导士也参与了这次挖掘。经过数个月的挖掘，他们发现了许多黄金时代的遗物，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不过这都是10年之后的事情。画面一转，吉克很快便来到了中部图书馆。此刻只见他果断使用了龙眼技能，下一秒他便发现了图书馆内一处异样，果然这里面是空的。随后吉克将以太凝聚于手上，使出一招魂神技起来，这是师傅教给他运用以太的技能，把意志力放入以太就能拥有切割能力，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，但副作用就是会消耗大量的以太。伴随着吉克使用技能，很快他便进入了图书馆地下的空间。片刻之后，吉克手持着火把朝着密道深处走去。就在这时，一旁传来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居然是骷髅吗？从他们的武器来看，这并不是由法师制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迅速解决掉他们吧。不到片刻，吉克便将2个骷髅消灭得一干二净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响起窗口提示，击杀2个骷髅获得2点成就点数。而他忽然想起，击杀怪物也可以获得成就点数，这可是一个能够获得大量积分的机会啊！画面一转，吉克一口气击杀了20个骷髅，此刻他已经拥有了40点成就点数。于是他果断解锁了小地图功能，下一秒，整个地图便浮现在他眼前。这看起来好像是魔法地图啊！随后他注意到旁边有个转换装置，能够将平面地图转换成立体。见此，吉克很是兴奋，这种功能实在是太棒了。不过为什么这个房间会是红色的？就在这时，前方响起窗口提示，是否指引你前往屠龙者的坟墓保管所？当然，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就找到了目的地。伴随着他按下确定按钮，下一秒，通往目的地最快的道路便浮现在他眼前。这可真是太棒了，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迷路了。片刻之后，吉克来到了目的地门前，正当他准备将其推开时，却被一股魔法瞬间弹开，居然是防御魔法的。看起来出动了魔塔成员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如果不是有这副手套，估计吉克的手早就没了。该死，我又不能打开这扇门，难道系统可以帮我打开它吗？下一秒，系统似乎听到了吉克的诉求，随后他便为吉克解除了防御魔法。见此，吉克感到无比震惊，你现在能听懂我的话了吗？当然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管理者吉克德雷克居然能和系统进行对话吗？而他很是好奇，为何我能够回到过去呢？下一秒，系统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随后吉克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，可得到的回复依旧是拒绝。该死，重要的问题一个都不肯告诉我，那帮我打开大门总可以了吧？当然，随后大门便缓缓开启。此刻只见无数个巨大的宝箱映入吉克眼帘，难不成这些都是宝物箱子吗？宝物箱子如同字面上写的一样，里面装满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和宝物，只要发现了任何一点，就能够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没想到这里的宝箱居然有数百个，不到片刻，吉克便将所有宝箱收入囊中。终于出现了吗？高压缩玛纳石，而且居然有足足4个，一个成就能够扩张物品栏4个格子。虽然目前可以增加40多个格子，但这远远不够。看起来毕业之前要努力把这里的东西全部搬完了。正当吉克准备离开这里时，此刻一股不安的气息瞬间围绕在他四周。下一秒，一道魔法屏障将他团团包围，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魔法传送到了未知的地方。男孩只是触摸了一下玻璃，却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德拉肯德雷克真是太疯狂了，他居然将狂龙巴哈穆特的心脏保留了下来，并把它当成自己的遗物。就在吉克被魔法转移之后，此刻他出现在了一处陌生的地方，而他很是好奇，系统这里到底在哪？管理者，现在你正处于屠龙者的安息之地。闻此，吉克很是疑惑，可是未来的消息里并未提到过这个装满石棺的地方。随后，吉克打开了小地图进行观看，果然，这里是离转移地不远的场所。那么这一定是前世从未发现过的隐秘场所。伴随着吉克将石棺缓缓打开，下一秒，
一副铠甲赫然出现在他眼前。此刻前方传来窗口提示，某某发现了屠龙者的专属装备。的确，这与黄金时代的铠甲完全不同，而且这个小洞似乎能够塞进什么东西。这时吉克忽然想起，洞的大小好像和马奈石非常相似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当即便将马奈石装进了屠龙者专属装备中。可下一秒，装备却开始不断摇晃起来，紧接着便因缺陷过度负载造成了爆炸，当场便将吉克炸得灰头土脸。而他很是好奇，高压缩马奈石是铠甲的动力来源吗？到底有着怎样的功能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？算了，这些问题还是以后问佩南吧。片刻之后，吉克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。搞什么？这么大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玻璃棺材吗？下一秒前方传来窗口提示，这可把吉克当场吓得不轻。德拉肯·德雷克真是太疯狂了，发现了德拉肯·德雷克的遗产，被诅咒的狂龙巴哈穆特的心脏。这家伙居然把自己斩杀的龙的心脏当做遗产保留了下来。那么刚才感受到的不祥气息也是这东西吗？但似乎又不太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心脏突然对管理者吉克有了反应。下一秒，吉克脑海中突然多出许多声音。没错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会把你们全都杀了。闻此，吉克当即使用坚强的意志进行抵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而在这时，他才注意到一股黑色气息正在不断侵蚀着他。这到底是什么？随后，只见黑色气息将吉克团团围住。紧接着，前方突然出现紧急任务：德拉肯·德雷克的誓言，战胜巴哈穆特心脏上的强大诅咒，奖励得到德拉肯遗产的所有权。下一秒，吉克坚强的意志抵抗失败，随后便被黑色气息瞬间侵蚀。随后只见吉克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。快停止你的抱怨吧，真是吵死人了！你说给我自由吗？自由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伴随着玻璃的破裂，此刻吉克已然战胜了狂龙的诅咒，成功完成紧急任务，你得到了德拉肯遗产的所有权。这时只见吉克长舒了一口气，这可真是危险啊！没想到技能居然会失败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响起窗口提示，开始吸收被诅咒的狂龙巴哈穆特的心脏。随后心脏便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一瞬间纯度极高的玛纳进入了吉克体内，但他的身体里并没有可以吸收玛纳的光环，所以导致无处可去的大量玛纳正在破坏他的身体。该死，我必须想想办法才行。随后吉克使用了浑身疾风，这是将以太包裹玛纳，然后把玛纳封进以太大厅的一种技能。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，此刻吉克已然完成了对玛纳的封印，终于活下来了吗？心脏也在同一时间消失不见，那种玛纳果然是巴哈穆特的呀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自己胸前有个巨龙印记，这是封印玛纳时出现的吗？此刻只见无数道窗口提示出现在他眼前，吸收的玛纳改变了管理者的肉体，管理者体质变更为天古之体，发现管理者无法承受的力量，压缩封印的力量为 95%， 你得到了继承者的资格，可以阅览德拉肯的秘密书库，开启初级任务书，为下级管理者提供新手教程。见此，吉克很是疑惑，这些又是什么东西？算了，还是以后再慢慢查看吧。就在这时，吉克忽然注意到了什么，是否开放德拉肯留下的另一个遗产？见此，吉克当即便露出了一脸坏笑，没想到先祖可真是大方啊。男孩只是拿出了最简单的材料，却让大陆最顶级的铁匠感到无比震惊，因为这可是传说中龙的獠牙，被诅咒的狂龙巴哈穆特最结实的獠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保存的这么完美的材料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找到的？就在吉克开启另一个德拉肯的遗产之后，下一秒遗产便赫然出现在他眼前，这难道是……画面一转，吉克将带回来的遗产整理进了自己的宿舍，此刻他正查看着自己的状态窗口，可以看到新增了许多新的东西，其中炎灵术需要吉克变得更强之后才能解锁，全能龙族支配，可以支配龙族，召唤并对龙族下达命令，体质天古之体，能够发挥出最好的身体能力，习武速度提高，身体以太传导率提高。但光看这些解释，吉克还是非常疑惑，而且他记得当时弹出了许多与德拉肯有关的窗口，随后他便朝着系统示意，打开有关德拉肯的所有通知。下一秒窗口提示响起，系统阅览德拉肯的秘密书库时需要更新信息，请移动到可以更新信息的位置。随后小地图便将位置标记了出来。见此，吉克感到无比震惊，这居然是瓦尔哈拉。瓦尔哈拉是顶级骑士的培养机关，除了相关者外，任何人都无法进入，就算是吉克也无法偷偷潜入那里，而且他也不打算进入瓦尔哈拉。不过如果那里也有德拉肯的遗产的话，那么就需要改变计划，看来我还要继续待在这个该死的家族了。随后吉克查看了初级任务，此刻前方窗口提示响起，开始为下级管理者准备新手教程。新手教程结束后，为了管理者的成长将会发放任务，任务成功时你将获得奖励。下一秒系统便为吉克开启了新手教程，不到片刻吉克就被传送到了异空间里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难不成又像上次那样被传送走了吗？不对，这次好像是整个空间发生了改变。就在这时，吉克周围出现3只巨大的半兽人。新手任务，请在1小时内使用2种以上技能击杀怪物，奖励成就点数以及开放商店，为新手量身打造的任务吗？没想到居然将场景剧现化了出来。下一秒吉克一个瞬身便躲过了怪物的进攻，随后使用高速移动和连续攻击技能，伴随着一道人影闪过，只见周围的怪物便被消灭得一干二净。此刻他能感觉到手中的大剑无比的轻盈，难道这就是天古之体的效果吗？这个程度可以轻松击败紫色骑士了。片刻之后，吉克便被传送回了训练场，
刚才那都是幻觉吗？为什么感觉那么真实呢？与此同时，前方响起窗口提示，你得到了额外关键性奖励，你得到了额外时间奖励，作为任务奖励，你得到了40点积分。同时开启商店，见此即刻很是惊讶，这意味着我可以在商店里购买东西，而且这里面的都是稀有级别的物品。随后即刻尝试着售卖装备，但却被提示练习用大剑无法进行售卖，而精灵的短剑则售价4个积分，看起来这只能售卖古代遗物啊！如果不是着急使用积分的话，那就没必要进行售卖。画面一转，隔天即刻找到了佩南教授，而教授很是惊讶，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东西的？说来话长，不过比起这个，驱动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？我已经完成了驱动式。闻此即刻很是惊讶，这么快就完成了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这没什么，带来马奈什的即刻同学才是最厉害的。看起来他对我有所怀疑了。每次发现玛纳石时，都会用各种古代文字进行登记，以此用来管理价值昂贵的玛纳石的所有权。通过连号就能确认挖掘时期和场所以及持有人。不过极客带来的玛纳石并不在登记册内。此刻只见极客朝着佩南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应该已经确认好没有任何问题了吧？那么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？”片刻之后，两人来到了铁匠铺内，伴随着炉心的运转。此刻只见魔法火炉成功开始运作起来，随后教授便以上课为由先行离开了这里，而盖利昂很是开心，没想到这辈子真能完成魔法火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吉克从包里掏出一件物品，你就用这个帮我做一把剑吧。见此，盖利昂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，这不是龙的獠牙吗？被诅咒的狂龙巴哈穆特，最结实的獠牙，这种保存的这么好的东西，您到底从哪里找到？没错，德拉肯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这个。此刻盖利昂有些颤抖地说道：“大人，你不仅给我制造了火，还给我龙牙进行炼制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”这一幕不禁让吉克想起了前世的一幕，这家伙还是老样子，那么我就拜托你了，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剑呢？我对此很是期待。帝国最强的黑色骑士想要为男孩挡爱，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，甚至还因此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无论是在治疗室交手时，还是在温室打赌时，甚至是刚才你在练武场跑了500圈时，我都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气。难道你不能使用气吗？就在吉克完成制剑的委托之后，此刻他回到了自己的专属宿舍，而他忽然想起，我和杜克的赌约结束后，距离他寄给我那封重新挑战的信已经过去了1周，现在应该差不多有反应了吧？就在这时，吉克忽然察觉到了什么，随后只听身后一道声音响起：“小子，你这次为什么没来找我？你最好给我实话实说。”而吉克很是无语：“你不是说想重新挑战就可以去找你吗？因为我没有想挑战的想法，所以就没去。”下一秒，杜克一个瞬身便来到吉克身前，我说了你要给我说实话。而吉克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杜克一把扔出，等回过神时，他早已被扔出了窗外。见此，吉克当即便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种高度要是来不及治愈，就会瞬间毙命。随后只见吉克伸手朝着护栏抓去，可下一秒，杜克早已抓住了他的脖颈。你不想重新挑战吗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早就看出了你的意思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却迟迟不来，上次和这次也是，就好像故意激怒我一样。闻此，吉克很是震惊，该死，这家伙早就知道我在耍他了吗？这次给你5秒，快说出你的实话。而在这时，吉克却露出了一抹微笑，你连自己真正的身份都没有告诉我，不是吗？庭院管理师德克斯特先生。下一秒，只见杜克一把将吉克摔回了房内。小子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曾经是德雷克的黑色骑士，杜克·德雷克。见此，吉克当即表达了歉意，晚辈对家族长辈多有冒犯，还请您原谅。你这是早就等着我说实话了吧？而吉克很是好奇，杜克大人，你说你曾经是黑色骑士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以前是黑色，现在是赤色的意思。闻此，吉克很是惊讶，可我记得骑士等级只能升不会降才对。此刻只见杜克缓缓说道：“现在就别谈这件事了，当然，接下来我会把实话说出来的。从一开始我就认出了您，而我只是想成为您的正式徒弟。”此刻杜克露出了一抹微笑：“你小子胆子可真大呀！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。”闻此，吉克很是惊讶，这么简单就成功了吗？随后吉克便向杜克背诵了拜师誓言。与此同时，吉克向杜克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您是看上了我哪点才收我为徒的呢？毕竟杜克可是出了名的不收徒弟，世纪天才安德烈也是纠缠了他好几年，才终于成为了他唯一的徒弟。”不过吉克大概能够猜到原因，我和杜克打赌时发现出的潜力，让杜克意识到我有超越安德烈的才能。此刻只见杜克缓缓说道：“不妨你就猜一下是为什么吧？难道是因为我很有天赋吗？别开玩笑了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早就收图恩家的女儿为徒了。我是喜欢你凶狠的性格，就算是天才，也不是谁都能达到赤色黑色境界的，因为成长的太过顺利，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容易崩溃。的确，他说的没错，那些能够达到赤色骑士的天才，有大部分人永远只停留在紫色。”就在这时，杜克朝着吉克缓缓说道：“接下来我就带你上第1堂课吧。”画面一转，杜克带着吉克来到了温室地下的练武场，而吉克很是好奇，为什么师傅一直让我跑步呢？我已经跑了3个小时了。此刻杜克一把喊停了吉克：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当然，你想问什么问题呢，师傅？下一秒，杜克一个瞬身来到吉克身后，不是什么别的问题，随后一把抓住他的右手。见此，吉克当即奋力将其甩开，紧接着迅速与他拉开了距离。见此，杜克很是疑惑：“你不愿意让我把脉吗？”闻此，吉克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，我们在治疗室交手时，
在温室里打赌时，以及刚才你在练武场跑了500圈时，我都没在你身上感受到任何气，并且你还不愿意让我把脉，难不成你不能使用气吗？男孩只是模仿了最简单的基步，却把帝国最强的黑色骑士吓了一跳。他不过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吗？这简直就是千古奇才啊！就在杜克发现吉克无法使用气后，此刻他很是好奇，青铜像那时候不是有反应吗？而且还出现了前所未闻的金色光芒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肯让我给你把脉呢？闻此，吉克很快便反应过来，这家伙不是怀疑，只是单纯的好奇。德雷克出现不能使用气的情况可是大事，他却把好奇心放在第一位。幸好是杜克，如果在拿到光辉之剑前被人发现我不能使用气的话，那就糟糕透了。与上一世不同，在杜克面前，他完全不需要说谎。随后，吉克便缓缓摘下了手套。我虽然拥有纯血的象征干扰玛纳，但不知道为何我却无法使用气。如果被人发现德雷克的人用不了气的话，我一定会被赶出去的。此刻，只见杜克运用气帮他进行了把脉。虽然这孩子有股不符合年纪的狠劲，但他果然还是个孩子。可为什么他都已经觉醒了，却没有感受到气呢？见此，杜克当即陷入了沉思。而吉克意识到，把脉之后他还是不敢确定吧。毕竟祝福仪式对德雷克来说是绝对的，就算真的没有觉醒气，他也会用别的借口否认这个真相。此刻，只见杜克朝着吉克缓缓说道：“难不成你是伊雷归勒吗？伊雷归勒吗？果然是这个。”如果不知道职业这个概念的人肯定会这么想。伊雷归勒指的是拥有特殊能力之人，可以同时使用气和玛纳，可以看到未来的非正常的能力。不过大家对伊雷归勒的印象并不好，而吉克很是疑惑，为何你会认为我是伊雷归勒呢？因为你拥有不正常的体力和再生能力，就算是很轻的内伤也需要时间恢复，但你却瞬间就恢复了。我知道那会消耗很多能量，不过你知道那股能量是什么吗？是气，产生的气全部用在了体力和再生上，产生的瞬间就用光了气，所以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气。看起来这个说法还挺像回事的。如果我要是一辈子不能使用气，那我岂不是不能学习师傅的绝技了吗？闻此，杜克当即露出了一抹微笑。别担心，疾风技是不使用气的特战技巧，是只有达到一定境界的骑士根据自己特性创造的特殊技能。一般的都是深化屠龙法，但那需要使用到气，而我的疾风技只需要锻炼肉体。接下来你就看好了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伴随着杜克猛然发力，下一秒，无数脚步瞬间出现在吉克四周，不到片刻，杜克便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看清楚了吗？当然，我只需要按照你的脚步行走就行了吗？没错，那你就试试吧。此刻只见吉克深吸口气，下一秒，他便按照杜克留下的脚印快速移动着身躯。现在他能通过模仿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，好像和某人对练一样。每一步的目的都非常明确，为了攻击，为了躲避攻击，为了拉开和拉近距离，每一步都有它的用途。不到片刻，吉克便将疾风步展现在杜克眼前。1周前他的才能明明没有这么强大，这1周时间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此刻杜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，这简直就是千古奇才。而吉克则露出了一抹坏笑，这种程度应该可以让我比肩黑色骑士了吧？你这小子的性格可真是狂妄啊！画面一转，吉克正在饭堂里狼吞虎咽。就在这时，安德烈找到了吉克，他很是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说服德克斯特先生的？你能否直接说证实呢？而吉克深知，这时的安德烈还没成为杜克的徒弟呢，所以在看到我成为他的徒弟后，肯定焦急了吧？我并没有说服他，而是德克斯特先生选中了我。果然，最后还是因为纯血吗？闻此，吉克放下了手中的餐具，你未免也太自卑了吧？你认为德克斯特先生会因为我是纯血而对我感兴趣吗？我能成为他的徒弟，是靠着我的能力实现的。有时间表现你的自卑，填补自己的自尊心，还不如拼命努力，让他选择你如何？画面一转，此刻安德烈正在温室练武场里跑，而吉克很是疑惑，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他突然要求我收下他，说是当个仆人也行。于是我便要求他在不使用气的情况下跑300圈，我就会收下他。没想到他真的开始跑了起来，这家伙可真是个愣头青啊！闻此，吉克露出了一抹微笑，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自大的书呆子，没想到这家伙也有自己的骨气啊。德雷克家族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气场，却把吉克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是只有黑色骑士才能达到的使用气的巅峰，而且他和杜克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等级。这家伙是真正的黑色骑士。就在安德烈拜师仪式过去之后不久，此刻德雷克家主来到了学院访问，见此校长当即热烈表示欢迎。下一秒，只见家主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哈沃德，真是好久不见了，拜见德雷克的主人。”随后只听众人的声音响起：“拜见德雷克的主人。”此刻只见家主伸手拍了拍校长：“你辛苦了。”我的辛苦怎么能跟家主的辛苦相提并论呢？果然只有你最懂我了。3大超越家族，屠龙者德雷克家族的家主亚瑟德雷克。随后亚瑟一个瞬身来到学院最高处，年幼的屠龙者们，你们是德雷克的希望和未来，努力修炼吧，你们的发展就是德雷克的发展。闻此，在场所有人纷纷跪倒在了地上，我们会谨记于心的。德雷克家主。片刻之后，吉克受邀来到了亚瑟房内，此刻只见他正朝着家主行礼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你快坐下吧，听说你喜欢喝茶，我带了些好茶，希望能合你胃口。闻此，吉克很是震惊，家主居然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难不成他在暗示我，连皇帝都有可能不知道的事，但德雷克却无所不知吗？此刻只见亚瑟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叫你来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听说杜克最近收了一个徒弟，让我很是惊讶。
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但只要跟着杜克好好学习的话，你一定会成为大陆最强的。此刻吉克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目标，我要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，我要活得比任何人都要自由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下一秒，只见亚瑟忽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看起来我也是你想要超越的目标啊。与此同时，这时的吉克早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这可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掌握生死大权的阿斯特拉剑，是只有黑色骑士才能达到的使用器的巅峰。没有丝毫犹豫，吉克当即便表示这是必然的事情。闻此，亚瑟当即便解开了阿斯特拉剑，这家伙是真正的黑色骑士，他跟杜克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我只是来学院看下，顺便鼓励鼓励你的，但看起来光是鼓励完全不够啊。说着，亚瑟递给了吉克一张卡片，祝贺你成为了杜克的徒弟。见此，吉克当即表现得无比震惊，这居然是黑色卡片，是只会发给极少数 VVIP 的纪念卡，只要有了这张卡，就能得到最大优惠的同时不限制消费，这张卡你就随便用的。对此，吉克当即表达了感谢，我会用在需要的地方上的。而吉克清楚知道，他的意图非常明显，只要使用了这张卡就会留下记录，那么他就能够掌握我的行踪。不过他还没有动用黑舞台，说明他还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随后亚瑟示意吉克可以先行离去，我知道了，家主大人。片刻之后，吉克便缓缓离开了亚瑟房间。与此同时，杜克一个瞬身来到了亚瑟房内。你可真是令人讨厌啊！你把吉克丢在摇篮里，现在却装成一个亲切的好爸爸。而亚瑟却缓缓解释道，你也知道我坐在家主的位置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看起来能和我这么随意聊天的人也就只有你了。说着，家主从怀里掏出一瓶果汁，不如我们边喝边聊吧。你应该知道最近大陆的情况有点奇怪吧？虽然你待在学院里。闻此，杜克当即表示，我怎么会知道那些事呢？而亚瑟却回应道，你留在大陆的眼睛和耳朵可是还活着呢，你明明知道还问我这个。皇帝痴迷长生不老，并因此翻遍了整个大陆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闻此，杜克很是惊讶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不老还可以使用魔法延缓，但不死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对于这一观点，亚瑟也是表示认同。可如果那是和上古龙有关的遗物呢？闻此，杜克当即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。男孩只是站在了练武场上，却把天才学子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甚至都不敢大口进行呼吸。这种程度的杀意，他真的跟我是同龄人吗？就在杜克露出一脸震惊的神情之后，与此同时，吉克正在旁边的房间偷听着一切，而他所使用的正是浑身寂听。和上古龙遗物有关的话，这的确是有可能的。不过杜克很是疑惑，难不成你已经找到了那东西的所在吗？估计是吧。从黑武队的报告来看，上古龙的遗物应该在北大陆。你的意思是帝国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吗？当然，但是皇帝迟早会知道的，不过就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而杜克想起了以前的事，那个皇帝上位后，居然说想要统一大陆发动战斗，吃掉一半大陆之后就停下了战斗。我以为皇帝老了之后不会再做白日梦了，原来并非如此。如果这个遗物真能实现不老不死的话，那么大陆一定会再次陷入火海之中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会亲自前往北大陆。为了防止皇帝知道之后暴跳如雷，所以我才会来这里找你。此刻两人碰杯后将果汁一饮而尽。果然，你只会让我做麻烦的事。下一秒，吉克便因消耗了大量体力跪倒在了地上。上古龙的遗物吗？没猜错的话，上一世我获得的那个雕刻就是上古龙的遗物。死之前脑海里响起的声音，以及重生后看见的那些窗口，前后全都对上了。我偷走了能够实现皇帝愿望的遗物，所以他派出了直系部队猎狗来追杀我，而让我回到过去的管理者系统，就是上古龙的遗物。不过到底是谁做出了这种东西呢？最后还是搞得满肚子都是疑问。片刻之后，杜克和亚瑟便起身离开了房内，而在这时，他似乎注意到了门后的异样。如果那东西就是皇帝找的遗物，那么回到过去和不老不死有什么关系呢？下一秒，只见亚瑟猛然间推开了房门，但却没有发现吉克的身影。难不成是我的错觉吗？画面一转，吉克正在训练室内进行训练。此刻德克尔朝着吉克示意，少爷您的同学来找您，是否让他进来呢？同学吗？难不成是蕾娜吗？那就让他进来吧。片刻之后，只见利亚姆径直跪倒在吉克面前，求求您，请收下我吧。而吉克很是无语，那时候我就不应该多管闲事的。你是想当我的部下吗？可是贾肯怎么办呢？闻此，利亚姆当即表示，我被抛弃了，我一定要进入瓦尔哈拉才行。而吉克很是好奇，前世这家伙为什么对瓦尔哈拉这么执着呢？可是你不该找我，应该去找图恩杰蒙斯才对啊。我的背后可没有家族支持，也就是说我根本帮不了你进入瓦尔哈拉。还有你说的话，我应该怎么相信你呢？难听点说，你可能是贾肯派来的探子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利亚姆一把拔出腰间的短刀，随后一刀斩下了自己的耳朵。您会怀疑我是正常的，但我会想办法证明自己的。如果您让我变成哑巴，我愿意割下舌头；您让我变成瘸子，我会愿意砍下双腿。我把性命交给主君您了，还请您收下我吧。这一幕不禁让吉克想到了前世，我想要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大，求您教教我吧，师傅。此刻的利亚姆就如同前世的自己那般。下一秒，吉克将手中的重剑扔出，只要你能够抗住我一招，我就收下你。片刻之后，利亚姆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而此刻的他很是震惊，他原以为接下一招是非常容易的事，毕竟他也可以使用气，但这家伙真的跟我们是同龄人吗？这股强大的气势不禁把利亚姆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此刻的他甚至都不敢呼吸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，
见此，利亚姆当即使出全力将其抵挡下来，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，随后他手中的剑竟被强大的力量震飞数十米之远。利亚姆斯通，难不成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？你实在是太差劲了。男孩只是随手写下一副药方，却让天才学子利亚姆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治疗师都毫无头绪的病，您是如何得知的呢？而只有他知道，这是未来5年后才会出现的红花病的症状。至于药方，则是前世里2位天才炼金术师研究出来的。就在吉克一招击败利亚姆之后，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高估了你的觉悟，我劝你还是放弃瓦尔哈拉吧。”看起来他是真的被贾肯抛弃了。如果不是成为了贾肯的仆人，利亚姆根本进不了摇篮学院，连我这个直系都敢赶出去，所以利亚姆应该很快就会被退学了吧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利亚姆一把抱住吉克的右腿，这家伙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他可是前世被称为佣兵王的男人啊！此刻利亚姆正声泪俱下，求求您吉克大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见此，吉克很是无语，看起来他根本没打算放弃啊。那么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刚才不是说过，只要我能收下你，你就愿意做任何事情吗？那么砍下你的右胳膊吧。闻此，利亚姆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？难道你舍不得这条胳膊吗？实际上，吉克这是让他放弃作为剑客的人生。如果他是正常人的话，一定不会听从吉克的要求。如果你做不了决定的话，就请离开吧，我要继续修炼了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利亚姆缓缓站起身来。虽然吉克并不清楚利亚姆想要进入瓦尔哈拉的目的，但即便他进不去瓦尔哈拉，他也能够达到赤色境界。下一秒，只见利亚姆一把捡起地上的重剑，随后挥下重重一剑朝着自己的手臂砍去。该死，他可真是太疯狂了！没有丝毫犹豫，吉克当即出手斩断了他手中的重剑，随后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如果我改变主意了该怎么办？你居然真的敢动手？那是因为我可能会失去比胳膊更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下次再这么做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你赶出去的。闻此，利亚姆很是开心。吉克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愿意收下我了吗？当然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快把耳朵捡起来。画面一转，吉克和利亚姆正在用餐，而他很是惊讶，我真的可以用这么好的药吗？当然，你值得我这么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比你胳膊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我的母亲。贾肯在抛弃我后，我就收到了母亲因为高烧倒下的消息，虽然很快就退烧了，但全身却出现了类似玫瑰般的斑点，而且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就连村子里的治疗师们也不知道母亲得了什么病。所以这就是你想去瓦尔哈拉的原因吗？因为瓦尔哈拉能给学生和家属提供大陆最好的医疗资源。此刻只见吉克提笔缓缓写下字体，像玫瑰一样的红色斑点，定期发高烧，这是未来5年后席卷整个大陆的红花病的症状。因为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，所以他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幸好当时研究出了治疗药剂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随后吉克将写好的方子交给了利亚姆，这个药剂做起来非常简单，就算是村子里的治疗师也能做出来。见此，利亚姆很是震惊，大人您是怎么知道连治疗师都不知道的病的呢？天才炼金术师阿尔和杰普兄弟，他们为了拯救大陆研究出了治疗药剂，但喜欢敛财的炼金术师们想要利用患者谋取利益，于是知道这件事后的两兄弟便公布了方子，以至于后来整个大陆的人都知道了这个药剂。此刻只见吉克缓缓开口说道，这没什么，我只是认识一些炼金术师罢了。那么你现在得到了治疗药，也就没必要去瓦尔哈拉了，更没必要再当我的部下了。闻此，只见利亚姆缓缓朝着吉克跪下，怎么会呢？我早就把性命交给吉克大人您了，我发誓将一辈子效忠于您，忠诚地誓约吗？前世的佣兵王当我的部下，真是太可靠了。如果你跟不上我的话，我会立刻抛弃你的。另一边，欧文找到了校长，我想建议一件事，提高这学期的评价难度如何？闻此，校长很是不解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次1年级的水平很不错，有实力的家族子弟加上2名纯血觉醒者，如果考试难度还和去年一样的话，辨别力会降低很多。此刻校长缓缓开口说道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会好好考虑你的提议的。片刻之后，校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果然是血浓于水啊，居然和那位想的一样。考虑到后患，必须提前将萌芽扼杀在摇篮里。男孩参加了最简单的副本探索考试，却遇上了能够轻松撕裂3级怪物的1级危险怪物，拥有再生能力的山精 BOSS， 这可把吉克吓了一跳。该死的杰蒙斯家族，他这是想把我们斩草除根啊！就在吉克和利亚姆结束完训练之后，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学期评价副本探索当天。副本探索考试，德雷克学院特有的学期评价方式，2人1组，在指定时间内逃离副本，每组随机安排副本，所以副本之间的难度有着巨大的差距。利亚姆，你很紧张吗？太紧张了你会犯错，如果不紧张的话你就会傲慢，适当的紧张可以防止这两者。下一队，吉克和利亚姆。就在这时，教官一把拦住了2人，等等，你们的考试场所在那边。此刻吉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怎么了同学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？没什么，我们会听从你的吩咐的。说着2人便朝着副本缓缓前进。副本虽然难度不同，但这是德雷克控制的实验用副本，没有任何危险，因为要在规定时间里逃出副本，所以每一组在进入副本后会得到一个计时的钟表，每组规定时间为96个小时。基本战斗能力也是评价项目之一，如果带回怪物的脑袋则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。最重要的是离开副本，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里逃出副本就会不及格。片刻之后，2人搭起帐篷进行了休息。如今进入副本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，到考试当天为止，
吉克熬夜训练了4天，算起来他已经9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。无限的体力只能恢复肉体疲劳，不能恢复精神上的疲劳。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副本里，尽量还是减少危险比较好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吉克渐渐闭上了双眼，下一秒，一幅画面便出现在他眼前，随风摇曳的铃铛，以及破旧不堪的战旗，还有一幅凄惨的画面。此刻，吉克猛然从梦中惊醒，该死，又是那个梦吗？等等，我刚才应该听到了铃铛的声音。随后，吉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紧接着他一把熄灭了火把。利亚姆，快醒醒，敌人来袭了，我去看看情况。你不要点灯，这场考试要持续4天，使用龙眼的话就太冒险了，所以还是让眼睛习惯黑暗比较好。就在这时，他嗅到了一股硫磺的味道，而他忽然想起，体嗅类似硫磺味会成群结队行动的3级危险怪物，难不成是地狱犬吗？前世学期评价李蕾娜抓住了半兽人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地狱犬，可他又觉得有些奇怪，就算是地狱犬 BOSS 顶多也才数百斤左右，而这种程度的震动至少有数十吨左右，难不成是发生了变异吗？该死，这下麻烦大了。下一秒，吉克迅速躲开了敌人的进攻，直到滑行了数十米之后才缓缓停下。该死的杰蒙斯家族，我还以为他们在背地里搞什么小动作，他们这是打算将我们斩草除根啊！此刻利亚姆很是震惊，这居然是山精，可以轻松撕裂地狱犬和半兽人的1级危险怪物。山精的血是制造恢复药水的原材料，它们拥有着可怕的再生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利亚姆径直站在吉克身前，我来当做诱饵。吉克大人，你快逃走吧！闻此，吉克当即露出了一抹微笑。开什么玩笑？作为主君，怎么可能扔下部下逃走呢？利亚姆，你要依靠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努力。你很强，我会辅助你的，所以你快动手吧。闻此，利亚姆当即露出了一抹微笑。下一秒，两人纷纷朝着山精发起了进攻。一阵刀光剑影之后，此刻山精身上已然多出了数道伤口，而且重点是，利亚姆每次都攻击了关节位置。这家伙难道还特地抽空了解了怪物吗？但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。此刻，吉克飞身为利亚姆挡下了山精的进攻。这次实战你表现得非常不错，你攻击了对方比较薄弱的地方，但你忘记了山精那可怕的再生能力。这种小伤口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，普通的攻击速度是追不上山精的恢复力。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，就让我来干掉他吧。青色骑士都无法斩杀的蠕虫 BOSS， 却被利亚姆一刀瞬间斩杀，就连吉克都对此感到无比震惊。利亚姆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这是因为利亚姆在小刀上涂满了麻醉，而麻醉中的颠茄对蠕虫来说可是剧毒。就在吉克准备出手之后，不到片刻，吉克便将山精当场斩杀，并因此得到了30点成就。与此同时，吉克示意利亚姆带上他的脑袋，毕竟他能够给两人增加不少分数。此刻前方传来一道窗口提示：突发任务，一箭双雕，请在副本里猎杀100只怪物，种类10种以上，时间限制72个小时。任务奖励将会得到双倍成就分数和2个随机箱子。距离考试结束还剩下79个小时，狩猎100只怪物不成问题，但关键在于10种怪物，就算规模很大，但考试副本里平时只有4到5种怪物。不过既然是杰蒙斯准备的陷阱，那么仔细找找的话，应该会有10种的。与此同时，利亚姆完成了对山精脑袋的回收。很好，利亚姆，跟着我千万不要掉队了。经过片刻的狩猎，时间很快就只剩下12个小时。利亚姆怎么样？猎杀了这么多怪物，你应该已经习惯实战了吧？对此，利亚姆表示否定，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。的确，这毕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。而在这时，吉克望着窗口陷入了沉思。如今他只猎杀了9种怪物，现在已经没有可以搜索的地方了。杰蒙斯家族的人一点都帮不上忙啊，为什么不多准备1种怪物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烈的抖动袭来，下一秒，地面瞬间裂开一条巨大的裂缝。见此，吉克当即朝着利亚姆大喊：利亚姆，扔下包快跑！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吉克早已顺身来到身前，并斩断了他的背包。别担心，利亚姆，这不过是怪物的鲜血罢了，接下来你就旁边看着吧，我可能没有办法保护你了。副本蠕虫需要10几个擅长杀怪的紫色骑士才能干掉的怪物，这可是非常危险的怪物。该死的杰蒙斯，准备的很充足吗？下一秒，只见蠕虫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。见此，吉克当即挥剑将其抵挡下来，随后迅速与其拉开了距离。就连青色骑士都不愿意遇到副本蠕虫，因为他们有吃掉地面移动的特性，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话，就会被直接埋在这里。与此同时，吉克和怪物展开了数次交锋，即使吉克在他身上留下了多道伤口，但并未能够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正当吉克准备挥出全力一击时，下一秒，地面忽然开始碎裂开来。这只该死的虫子！见此，吉克当即把剑插入蠕虫体内。与此同时，蠕虫蠕动着身躯将吉克牢牢捆住。另一边，利亚姆正一步步朝着吉克的方向靠近。此刻，吉克忽然意识到压迫突然间变小了许多，随后便使用瞬身逃离了这里。而他很是好奇，利亚姆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对此，利亚姆当即回应道：我在剑上涂抹了麻醉。原来如此。麻醉的主要成分是颠茄，这个药对人类而言只会让感觉变得迟钝，但是对于蠕虫来说可是剧毒。
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能想到颠茄能够克制蠕虫，用麻醉代替了颠茄的灵机应变能力，真不愧是你啊，利亚姆。你的绰号对得起这出色的判断力和对应能力。利亚姆，等我发出信号之后，你就把剑插入蠕虫体内，看起来把你收为部下是正确的选择。下一秒，只见吉克迅速在蠕虫身上砍了几刀。利亚姆，就是现在！闻此，利亚姆当即便将小刀插入蠕虫体内，一瞬间，蠕虫当即疼得仰天长啸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吉克缓缓凝聚以太，浑身悸切，伴随着一道人影闪过，巨大的蠕虫当场便被劈成了两半。此刻前方几道窗口提示响起，完成突发任务，您得到了任务奖励2倍积分。作为任务奖励，随机发送2个箱子，当前拥有780点积分。